有一个人一辈子不太信鬼，他不信因果报应，不信人死之后还有一座衙门在等着替你算总账。可偏偏就是这个人，用大半辈子的时间搜集了1000多则鬼故事，整整24卷还嫌不够，晚年又补了10卷。你说他矛盾吗？他一点也不觉得。他在自己的序里开门见山就写：怪、厉、乱、神，子所不语也。这4样东西孔子确实不谈，可他话锋立刻一转，孔子不谈不代表世上没人爱听。我把这些故事记下来，不是因为我信，而是因为他们太好听了，不记可惜。这个人就是清朝前隆年间名满天下的才子袁枚。他24岁考中进士，33岁就把官辞了，跑到南京买下一座荒废的园子，取名随园，从此写诗、写吃、写世情，活成那个时代最会过日子的男人。而他随手写下的这部鬼书，原名《子不语》，后来又改名叫《辛弃夷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这部用最理性的脑袋说最过怎鬼话的清代奇书袁枚的《子不语》。先说这本书和写书的人。袁枚，字子才，号简哉，浙江钱塘人，生在康熙末年，死在嘉庆初年，活了82岁，是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最有名的文人之一。他年少成名，24岁考中进士，点了翰林，外放做过几任知县，官声不坏。可他做到33岁就受够了，一封辞呈递上去，从此不再回官场。他在南京小环山买下一座前朝留下的荒园，亲手整治成名动天下的随园，在那里住了将近50年，人称随园先生。他写随园诗话，主张作诗要抒发真性情，被称为性灵说。他写随园食单，把一桌菜写成一门学问。而子不语字，就是他一边喝茶一边听人闲聊，随手记下来的东西。全书24卷，后来又添了续子不语10卷，前后加起来1000多则。书名怎么来的？他在序里老实交代：书成初名子不语，后见元人说不有雷同者。书写成了，本来叫子不语，后来发现元朝人的笔记里已经有同名的书，于是改叫辛弃夷。这个新名字也有出处，庄子里说：其夷者，治怪者也。其夷本来就是专门讲怪事的那位。很多人第一眼会觉得奇怪，一个标准的儒家读书人怎么会去写鬼？袁枚早就料到你要问，所以把答案写在自序的第一段。他先承认怪、厉、乱、神，子所不语也。可接着他就开始举例反问：易经的系辞里不是也讲龙血、讲鬼车吗？诗经的雅、徭里不是也唱选酒生商、牛羊进养后继吗？左丘明亲自授业于孔子门下，他写的传语国语记这类怪事记得比谁都详细。孔子说：未之生，焉知死？说敬鬼神而远之，这是要把做人的道理立稳。可周易取象优渺，诗人字迹祥瑞，左氏挥奇多闻，那是要穷尽天地的变化，这2件事并不冲突。然后他说了最诚实的一句话：乃广采由心哈尔之事，望言望听，继而存之，非有所获也。我广泛搜集这些让人心惊耳跳的事，胡乱的说，胡乱的听，记下来留着，不是因为我被他们迷惑了。你看，这就是袁枚，他不装神弄鬼，也不假装科普，他大大方方地承认，我知道这些多半靠不住，可是它好玩啊。他甚至打了个比方，讲究吃的人吃遍山珍海味，偶尔也得尝点怪东西，不然脾胃会没。听惯了正经雅乐的人，偶尔也得听点野曲子，不然耳朵会变窄。我们就从书里最短也最痛快的一则讲起，卷1的蔡书生。杭州北关门外有一间屋子，里里闹鬼，没人敢住，门锁得死死的。有位姓蔡的书生偏偏要买下它，旁人都替他捏一把冷汗，
他不听，契约一签，家里人谁也不肯搬进去。蔡书生索性自己开了门，点上一支郡帚，坐在屋里等。半夜，果然来了一个女子，慢慢地飘进来，脖子上拖着一条红布，对着蔡书生跪拜，然后把瑟子结在梁上，伸长脖子就要往里套。原文只用4个字写蔡书生的反应：蔡无不色。他脸上一点怕的样子都没有。那女鬼又挂上第2条瑟子，招手叫他一起。蔡书生笑着把脚伸过去，女鬼急了，说：君误矣，你弄错了。而蔡书生的回答是整部子不语最帅的一句：汝误才有今日，我误也。是你当年想错了，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我可不会想错。这句话一出口，那女鬼放声大哭，伏在地上拜了又拜，走了。从此屋子再没闹过鬼。蔡书生后来也考取了功名。如果说蔡书生讲的是态度，那卷4那一篇鬼有3计，过此轨道乃穷，讲的就是方法。一位姓蔡的孝廉常说，鬼有3计：1迷，2遮，3架。鬼翻来覆去只有3招，第1招迷惑你，第2招拦阻你，第3招吓唬你。有人问这3招怎么讲，他就说起自己表弟的故事。他表弟姓罗，是松江的秀才，性子豪放，自号豁达先生。有天傍晚，经过卯湖西边的乡间，天色渐暗，看见一个女人擦着脂粉，慌慌张张地拿着瑟子跑过来。一望见罗某，就闪到大树底下，瑟子落在地上。罗某捡起来一看，是一条草丝，闻一闻有股阴森森的煤气，心里明白这是害人的东西。他不但不丢，还把瑟子塞进怀里，继续往前走。那女鬼从树后出来，他往左就往左拦，他往右就往右拦，这就是民间说的鬼打墙。罗某不理，直直往前冲。鬼没办法了，长袭一声，变成披头散发，满脸是血，舌头伸出1尺长的样子，对着他又跳又叫。罗某只回了一段话：汝前之徒没画粉，迷我也。你刚才描眉抹粉是要迷我，挡在我前头是要遮我，如今装成这副凶样是要吓我。3计必矣，我总不怕，想无他计可施，3招都使完了，我从头到尾就是不怕，看来你也没别的招了。同样是卷4，还有一则叫陈顷刻攻吹气退鬼，主角是清朝名臣陈鹏年。顷刻是他过世之后朝廷给的谥号。陈鹏年还没发达的时候，和同乡比伏叫好。某天夜里，门外进来一个蓬头散发、穿着蓝衣的妇人，一看见陈鹏年，掉头就退了出去。陈鹏年觉得不对劲，出门一看，地上留了一样东西，一条瑟子，是臭的，还带着血痕。他立刻明白这是害人用的东西，二话不说，捡起来塞进自己靴子里。过了一会儿，那妇人回来讨瑟子，讨不着，就站得直挺挺的，张开嘴对着陈鹏年吹气。一阵冷风像冰一样灌过来，他浑身汗毛湿起，牙齿打参，桌上的灯焰缩成一点青绿色，眼看就要灭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陈鹏年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这是子不语全书最见骨气的一句：鬼尚有气，我独无气乎？鬼都还有一口气，难道我就没有吗？于是他也鼓起胸口，张嘴回吹过去。他吹到的地方，那妇人的身影就一块一块淡掉，先是腹部没了，再是胸口没了，最后只剩下2点微光悬在半空，一会儿也散尽了。你发现没有，袁枚写的退鬼之法从头到尾没有符，没有咒，没有道士，只有一口不肯低头的气。接下来这一则是子不语里最会吓人的一篇，却也是袁枚最会讲道理的一篇。卷1的南昌士人。江西南昌有2个书生，一长一少，同在北兰寺读书，感情极好。年长的那位回家之后突然暴病去世，年少的还不知道，照旧在寺里读书。那天夜里睡下，他忽然看见老友推门进来，坐到床边拍拍他的背说：我跟你分别还不到10天，竟然就得疾病走了。我现在是鬼，
可朋友的情分割舍不下，特地来跟你阔别。年轻人吓得说不出话，死者反而安慰他：我要是想害你，何必先告诉你？我来是有3件身后事想托给你。家里70多岁的老母，不到30岁的妻子，请你接济。我有一叠文稿还没刻印，请你替我刻出来，让这点小名字别就这么没了。我还欠卖笔的人几千钱没还，请你替我还上。年轻人一一答应。可就在死者说完要走的时候，事情变了。他站着不动，两眼直瞪，脸色一点一点败坏下去。年轻人拔腿就跑，那具身体就在后面追，一路追出好几里，直到年轻人翻墙摔倒，他翻不过墙，只把头垂在墙外。天亮了，路人灌他一碗姜汤，才把他救醒。这一则故事真正的价值，其实不在那场追逐，而在袁枚写在结尾的那一段话。他没有大呼小叫地说：你看，果然有鬼，反而借逝者的口，给这招怪事下了一个冷静的、不像志怪小说的注脚。人之魂善而破恶，人之魂灵而破愚。人的魂是善的，破是恶的；魂是灵的，破是愚的。他解释，老友刚走的时候，一点灵明还没散，破依附着魂而行，所以他说话有情有义，模样跟生前一模一样。等到托付的心事全部交代完了，魂一散，剩下的就只有那个只留不去、又蠢又恶的破，于是变成一具只会追人的空壳。所以他下了一句判词：魂在则其人也，魂去则非其人也。魂还在，他就还是那个人；魂走了，都闭，那就不在这。狮子会动，影子会走，全是破在作怪。你把魂魄这2个字换掉，这段话立刻就是一则现代寓言。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？还在说话，还在上班，还在笑，可是眼睛里那点光没有了。那不是被什么附身，那是他的魂先走了，剩下一具还在走动的身体。人真正的死亡，往往不是心跳停止的那一刻，而是他不再对任何事情有感觉的那一天。再看一则卷1的丰都知县，这一则最能看出袁枚的胆子。四川的丰都县，民间相传是人间和阴间交界的地方，城里有一口深井，据说一直通到地府。旧吏每年要烧制钱投进井里，算是替阴间缴的钱粮。有一年知县刘臧到任，觉得荒唐，索性不烧了。结果那年县里瘟疫大起，百姓群情群醒。刘臧不服气，干脆带着一个随从亲自下井去和阴间理论。到了底下，果然是一座衙门，一路遇见城隍，遇见包公。袁枚写得很妙，阴间的神明并没有凶神恶煞地把他赶走，反而心平气和地跟他讲理，还顺口说了一段话，借神明的嘴骂尽了人间的骗子。世有妖僧恶道，借鬼神为口实，有人修灾打醮，倾家者不下1000万。世上有些假和尚坏蛋当借口，哄人做法事，但道场被骗到倾家所产的不知道有几千几万。这句话写在一本鬼故事集里，实在太有意思了。袁枚一边兴高采烈地讲鬼，一边在故事里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真正该怕的从来不是鬼，而是那些拿鬼来赚你钱的人。200多年过去，这句话一个字都不用改。读到这里，你大概发现了，子不语里的鬼跟别人笔下的鬼很不一样。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里的鬼是深情的，是有文采的，读完会让你想哭。袁枚笔下的鬼却常常很俗、很小气、很好笑，会被人抢走舌子，会被人一口气吹散，会被一句嘴硬的话逼到大哭离场。因为袁枚根本不是要吓你，也不是要教训你，他写这些用的是一双明视的眼睛，好奇、交易，带着3分怀疑，7分兴味。所以他从不站在道德的高处替你下结论，他只是把听来的事情讲一遍，讲完顶多补一句逝者曰，剩下的留给你自己去想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要诚实地把话说清楚，子不语是笔记小说，不是正史。书里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、朋友转述、市井传闻，
袁枚自己在序里就用了妄言妄听4个字，等于先把免责声明贴在门口，你完全不必把它当真。可你读着读着会发现，200多年前那些人怕的东西、贪的东西、笑的东西，跟今天的我们几乎一模一样。好，20分钟快到了。子不语留给今天最重要的一课，我想说在那位骆先生身上，鬼一共只有3招：迷你、遮你、吓你。你仔细想想，那些让你半夜睡不着的东西，用的也正是这3招。先让你看不清，再让你走不动，最后让你以为天要塌下来了。可只要你像那位豁达先生一样，从头到尾就抱着一句“猪总不怕”，这招使完，他也就没招了。恐惧从来不是靠打败的，是靠看穿的。你越是把它拉到灯下仔细看，它越是变小。这就是一个不信鬼的才子，搜了一辈子鬼故事之后，留给我们最实用的一件礼物。如果这趟旅程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。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要离开幽微的灯影，走进金戈铁马的沙场，读一部把一个民族的忠与痛写进骨头里的通俗长篇，说《岳全传》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蔡书生、豁达先生、陈鹏年这3个不怕鬼的人里，哪一个最像你想成为的样子？我们下集见。